我们到底要怎么知道 AI 超越了人类呢？Hey yo, welcome to Panda 这个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我是画家杨力。上一期我最后有交代一个回家作业，我们到底要怎么知道 AI 超越了人类呢？你们是怎么知道 AlphaGo 超越了人类的围棋？你们会下围棋？不会吧？可是你们知道，围棋就是一个361个格子内有黑棋跟白棋。谁占的那个交接的中间那个点，我们称之为一目最多，他就是这个游戏的胜者。所以这预示着一个什么事情？每次我们说 AI 超越人类，代表这里面有个规则，而这规则摆出来，你就知道 OK 人类输了。但这个规则啊，它其实是一种外部性的规则。你就算不会下围棋，但你也知道，就像你或许不爱看篮球，你也不是篮球粉丝，但你知道，在一场40分钟的比赛当中，谁得分比另一个多，他就赢了嘛。可是绘画，它就算有赢有输，好像它也没办法像围棋或是篮球如此外部性。绘画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东西，你画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多，你画的越多，它的胜负往往不是外人所了解的。去问外行人说马蒂斯跟毕卡索谁最厉害，真的在一般人脑袋里面，他们只能说他们更喜欢谁，他们谁知道谁更厉害啊？没有一定的对绘画了解之前，你是无法分出这个东西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造出了一个超越人类的绘画 AI， 它的方式是我们会召集这个时代活着的最厉害的10个画家还是20个画家，对他进行图灵测试。那我这边得初步的把怎么评判画家的一个初步的非常初级的表浅的规则跟大家讲。其实对我们画家来说，画家有分2种，一种是独角兽，另外一种是研发型画家。研发型画家大概从文艺复兴到现在，这段历史内的全部画家都是研发型画家。那独角兽他其实很晚才进来，一直等到卢梭巴黎画派的时候才出现这种所谓独角兽画家。当然，独角兽画家其实泛指的是每一个未经训练的素人。我们是到很晚的时候才把它纳入到绘画史的体系里面来，主要是他的画风很独特，但这个独特不是他说了独特就算，而是他的独特为我们这些研发型画家带来很多新的发展，才把它称之为独特。研发型画家这里面所分的层级是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求研发型画家要足够的能够模仿自然，画得像，因为画得像很重要，画得像才可以有采集新的灵感，并且再继续演进下去。我们还要具备什么？要具备很多很多的绘画知识，造型啊、色彩啊、涂色法啊、构图啊等等这些相关知识。解决完这些之后，我们就说这个画家进了第一层，这个画家已经可以做出一个让业主满意的绘画。到第2层次之后，他需要具备有一种多元性，或者是一种全能性，他得要足够知道在绘画史当中各个不同的人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各个不同的文明都有哪些绘画贡献，在未来创作的时候我好做混搭跟自由运用。这是第一，多元性。再来呢，他要敢于向未知迈进，他要具备一种往可能性突破的这样的勇气。前面所有奠基的东西只是以前的事情，而我今天在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有一种胆识，我们需要有一种冒险精神去研发，也在这里面才做出了为何我是我如此独特去画画的这样的一种目的。还有第3个，这一层的画家要特别思考表达性、表现性这件事情，他要特别的能够明确知道他画面当中真正要传达出来的感受也好，讯息也好，把这3种组合起来，就会是我们讲的第2层次达标的这种画家。那这种画家很多啦，毕卡索也是啊，马蒂斯也是啊，太多大师都会先越过这条线，而且这条线过后，其实才是创作的开始。因为以前那个所有东西都只是前人的智慧，他把它混一混、弄一弄，弄出一个很不错的成果。但到这边，你要有一面的未知。第3层啊，本质上是一个神话，还有它是境界，在这上面总有一种更加厉害的东西存在。第1层跟第2层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划分，在于你敢不敢面对未知，在于你知道的东西够多不够多。但是第2层跟第3层之间是没有分野的。到第3层，画家讲究一种自我发现，他重新发现到底什么是他有限的生命中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这种东西跟个人命运、跟很个人性的东西有明确的关系。这种画家他跟独角兽的不一样，是他是阅尽天下繁华之后，长江弱水三千，他取一瓢饮的那个取一瓢饮，在他有限的生命当中去选择他相对更珍视的那个东西。
就目前，如果以阿法狗的角度来讲，我们用画家的风格培养它，告诉它每一张画它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去评，这些感受是什么，并且在我们下次跟它对话的时候，它可以知道我们要的东西是什么，推算出来给我们看。这个 AI 我称它为魔镜。白雪公主的母后不是常问说，魔镜啊魔镜，谁是天下间最美的女人？然后魔镜就显给他看，Snow White 是天下间最美的女人。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问 AI 很多问题，怎么样画出一种既是毕卡索又是马蒂斯，但又不是毕卡索，也不全然是马蒂斯的这样的一张画，然后 AI 就像魔镜一样，噔一下就把你这个答案打出来。在这个阶段 ，AI 会是人类的一种非常好的伙伴。其实这件事情也发生在围棋界。台湾前几年得亚运冠军许浩宏，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棋手。台湾以前的棋手是打不赢中国跟韩国的，他们的人才太多，所以他们对练的对象都很厉害。但你知道这次我们许浩宏是怎么赢的吗？他到后面所对练的对象都是 AI， 他把他的档次提升上来，无视这些同才的问题。AI 到了魔镜时刻，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前人嘴里讲的绘画已死，无非只是因为这些前人算力太低。AI 在不开发新的视觉资源底下，它一定可以混种出很多你自己都觉得很惊奇的结果。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绘画对人类来讲是什么？其实绘画对人类来说，它是一种游戏，而游戏的本质是一种，它先设立规则，我们在这个规则底下玩，玩一玩，这个规则又会被突破，又会被改变，并且这个目的是为了让这个游戏越来越好玩的一种东西。绘画是一种人类很独有的游戏，我们用这个游戏来反馈给我们的心智，我们跟绘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如果我们的 data 就我们的资料库只给 AI 卡拉瓦乔一直到莫内，那这个 AI 很有可能是推不出毕卡索跟塞尚的。为什么？因为到了毕卡索跟塞尚，那根本就是人类对绘画的那个规则的大修改。所以各位懂我这意思吗？ AI 就像是我们站在那个巨人肩膀上的那个巨人，那个巨人无限长高，但我们始终会站在这个肩膀上。在这个阶段上， AI 还是无法取代跟超越人类，人类会不停的改变规则，我们才是这个游戏的定者。随着 AI 的不停的进步，我相信它会证明越来越多的事情是人类本身自己是不需要做的。照相机证明了画得这么写实，其实已经没有必要了。计算机出现，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很棒的大脑，请不要花时间在心算上，而是努力的去思考关于数学更本质的问题。我觉得 AI 在未来，它会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图景，就是什么事情才是你人类该做的，什么事情交给我这个忠诚的仆人，这个忠诚的机器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的内容。当 AI 变成魔镜，变成我们最好的对练机器的时候的那个未来图景会是怎么样？人类的画力大举提升，然后我们有这个好工具可以使用。但是，大家放到一半的心，这时候又要提起来，因为下一个阶段会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人工智能已经进化成一种叫人工智慧的东西。到了那个时候，人类会不会被超越？会不会被取代呢？这也是 Pendaverse 一个人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们下一期揭晓。